如果他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办事，如果他跟俄罗斯闹翻的话，那可能他的这个国防工业受的损失，包括他的这个国防建设上就是军事能力上的建设上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美国准备为巴基斯坦改进和提升它 F-16这个飞机的作战性能。说这个，难道美国不知道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吗？因为中国人称巴基斯坦为巴铁呀，铁哥们儿嘛，关系非常的好，非常的牢固全天候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那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答应给巴基斯坦提供它的 F-16美制飞机的作战性能呢？因为前几年他是坚决不干的巴基斯坦让他提升就是 F-16作战性能，他就不干。说如果我给你提升了这个 F-16的作战性能，那会引起印度的不满因为你这个 F-16一升级之后，可能对印度的空军就形成了局部的优势，那我不能给你升级。那现在为什么突然又答应给巴基斯坦升级呢？其实呢，他这次想给巴基斯坦这个 F-16呢升级的内容呢有2项一项就是要增加它的这种关通器材，主要指的是雷达和侦搜的这些系统，因为你只有看得远，你才能够确定我预先的打击，先敌发现嘛，这是最起码的你先发现对方，那你的雷达一定要先进。其次呢，就是打得远，要装备先进的导弹，就是 AIM-120这种导弹，那你看得远了，打得远了，那当然就是一种战力的提升。所以美国呢，这次是准备给巴基斯坦，在它就是卖给巴基斯坦的 F-16上呢做一些文章。其实我们表面看它是帮助巴基斯坦在提升作战飞机的性能，实际上呢，这个举动是为了警告印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这个美国一直要求印度要选边站要制裁俄罗斯要跟美国站在一起，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不能再跟就是俄罗斯发生经贸上的关系，那更不能有相关的这些军事上的合作。而印度呢，它是采取了一种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呢走钢丝或者选平衡的这么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它不得罪美国，我还是要保持一种中立就是你美国说要制裁俄罗斯，但是我不能制裁俄罗斯因为我的核潜艇是租俄罗斯的，我的航空母舰上面舰载机现在买的俄罗斯的，我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技术是依靠俄罗斯的，将来这种隐身的飞机可能也要依靠俄罗斯。那我这么多的军事装备包括 S-400这样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也是来自俄罗斯那如果我和俄罗斯翻脸了，那我这些武器装备，我的国防怎么办呢？那下一步不就停滞了吗？甚至是倒退了吗？那我不能得罪俄罗斯。同时呢，印度呢也要大量的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原料这些东西也离不开俄罗斯。所以它既不按照美国说的就是完全和俄罗斯断绝关系，和俄罗斯翻脸，同时呢，他也不敢跟美国就对着干，明的说，我就是跟你对着干的，不是，他还要参加美国的一些联合的军事演习，包括下一阶段的在中印边境上的这种陆地上的联合演习，他要搞一种平衡。那么美国当然就不满意了，美国说你现在还跟俄罗斯来往，在军事上还跟他进行这种密切的交往，因为印度不但参加美日印澳的马拉巴尔这种海上的军事演习，它同时也参加了俄罗斯组织的东方2022这个军事演习那既然如此，美国就要给他点颜色看了。那现在你不是跟巴基斯坦关系很僵吗？那现在我就帮着巴基斯坦把他的这个空军的飞机装备升级。那升级以后，那可能 F-16比如说雷达上改进之后，然后再加挂了 AIM-120这种导弹之后呢，可能就对印度就是苏30这样的飞机呢就形成了一定的优势。那如果这个印巴之间在空中的争夺制空权的时候发生了这种就是作战能力的变化，那当然对印度是个不利的消息，而且可能更令他焦急，因为
你走了这一步棋之后，下一步会不会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把更先进的导弹卖给巴基斯坦，因为它的飞机平台是 F-16啊，所以这个是可能的呀。实际上，美国呢这次给巴基斯坦升级这个战机啊，主要还是要警示印度。但是我分析呢，这种警示呢可能不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因为印度啊，它毕竟要权衡一下啊。如果它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志办事，如果它跟俄罗斯闹翻的话，那可能啊，它的这个国防工业受的损失，包括它的这个国防建设上啊，就是军事能力上的建设上的损失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看呢，下一步呢，印度还是要进一步的选平衡啊，就是在美俄之间选平衡，他不敢得罪任何一方。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